这是一个痔疮，这是一群正在努力的有志青年，他们或躺或卧，或抱膝，或爬行，目的都是为了消除痔疮。这样到底有没有用呢？想知道答案，我们需要先了解痔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。在身体里面有一个名叫肛垫的门神，它住在消化道的末端，主要工作是开门关门。正是在这一开一合间，你就完成了排便和排气。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，你因为饮食不当开始便秘，于是频繁的开合导致肛垫负担加重，在被坚硬的便便用力摩擦下，久而久之，破裂的血管壁处就长出来了一个痔疮，并且你蹲坑时还总爱玩手机，长时间久坐不起等，这样一来负压就会增高，而肛垫便会在高压下开始充血肥大，位置下移，最终时不时压住肛门。如果它长在齿状线以下，那就叫外痔，在上面的则叫内痔，要是上下都有，就是混合痔。而根据严重程度，内痔又被分为4种情况。1期，它会老实的在里面待着不动； 2期，在排便时会冲到齿状线以下，不过万幸的是，它还能自行缩回。等到3期时，痔疮脱出后，就需要用手帮忙复位了。再严重点，它会一直在外面，这时用手也无法将其推回。长过痔疮的小伙伴可能深有体会，每次开会都是一种煎熬，不仅瘙痒疼痛，坐立难安，而且有时候只是因为打了一个喷嚏，痔疮就有可能脱出。社死还是小事，若是没有及时将其推回，那么很容易就会出现水肿、坏死和感染的情况，更别说还会引起贫血、湿疹和排便困难等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积极治疗的。比如这款999复宁消痔软膏就很不错，老牌药企出品，靠谱有保障。我专门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方，里面含有熊胆粉，含量高，用药足，药性更强，搭配冰片和地榆等，效果更明显。纯中药用起来温和舒适，清凉不刺激。把它涂抹在患处，可以改善肛垫的窦状静脉血液循环，对于凉血止血很有帮助。这样一来，肛垫不再充血肥大，那痔疮自然而然就消停了。像炎性血栓性外痔和1期、2期内痔，一般在使用2-3天后就会有初步效果。另外，这款999复宁消痔软膏还是高栓一体式的，和传统挤压软膏相比，它既能直接将药膏推入肛内，又能直接涂在肛门外，每次1支，每天早晚各用1支，方便卫生，也不用担心弄脏手。那话说回来，有啥预防痔疮的方法吗？老生常谈的一点就是要改变饮食习惯，比如忌辛辣油腻食品，多吃水果蔬菜，并且在蹲坑时要控制好排便时间，避免过度用力。其次，在生活中也要保持规律运动，避免久坐久站。再者，注意清洁。如果防不胜防，你还是不幸中招。开头那些奇奇怪怪的姿势确实能将痔疮收回去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如果用来改善和治疗的话，说实话没啥用。而对于那些症状较轻的，上面提到的预防措施同样有效。但当痔疮的症状比较严重时，可能就要通过手术切除痔疮了。999复宁消痔软膏对一些症状中轻度的内痔和外痔不仅能有效改善，并且在术后使用的话，也能做到抗炎消肿痛，加速伤口的快速愈合，避免了因感染而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痔疮切除后不代表不会复发。如果想要彻底的摆脱痔疮，最关键的还是要学会给肛垫减压。